最近这些年，全球顶尖科学家把人类餐桌上常吃的食物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他们动用了上百万人的健康追踪资料，从欧洲到亚洲，从南美到非洲，整整研究了30多年。最后，在2025年，他们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磅报告，列出一份所谓的全球最毒垃圾食品排行榜。这份榜单一公布，全世界都炸锅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以为稳稳坐在榜首的泡面，竟然一张票都没有拿到，意外落榜。而真正排在前5名的食物，每一样都是我们餐桌上的老朋友，甚至是不少人从小吃到大的最爱。更可怕的是，2025年7月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医学》上的最新研究发现，这些东西对血管的伤害比你想象中还要严重100倍。吃越多，血管堵越快，寿命掉越多。研究人员甚至直白地说，这些食物的致命性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超过了重度吸烟者。我说一个让你后背发凉的数据，光是2021年这一年，全球因为这5种食物摄取过量而直接死亡的人数，加起来就超过了50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是台北市总人口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城市叫做垃圾食品城，那这个城市每年要消失一遍。而最讽刺的是，这些受害者几乎每一个都是自己一口一口、一杯一杯把自己送进了坟墓。没有人逼他们，没有人骗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好，事不宜迟，今天我们就把这5种最毒食品一个一个曝光出来。看完之后，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人朋友，因为这些食物真的再爱也要忌口。我们先从第5名说起。第5名叫做烧烤焦黑类食品。你是不是觉得周末约3-5好友去烤肉是人生一大享受？但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经过长达3年的研究，得出一个让所有烧烤爱好者背脊发凉的结论。他们说，吃烧烤的毒性几乎等同于吸烟。到底有多夸张呢？美国一家研究中心的报告直接指出，吃下一只表面烤焦的鸡腿，毒性相当于抽了60支香烟。而那些一周吃2-3次烧烤的女性，得乳腺癌的风险比不吃烧烤的人整整高出2倍。原因藏在哪里？藏在那些焦黑的部位。当肉类在高温炭火上烧烤，脂肪滴落到炭火上，会立刻和肉里的蛋白质结合，产生一种叫做苯并芘的物质。这个苯并芘可不是普通东西，它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杀伤力极强，能直接破坏我们的遗传物质，诱发各种癌变。更可怕的是，焦黑的肉类同时还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香烃这2种毒物。它们进入血液后，会在血管壁上制造慢性发炎，让血管内皮像生了锈一样，一点一点的剥落，变得脆弱。久而久之，胆固醇就会卡进这些破损的地方，形成斑块。斑块越积越大，最后血管就堵了。一堵在心脏就是心肌梗塞，一堵在脑袋就是脑中风。所以你看，那一块烤焦的鸡翅，吃下去看起来很爽，但其实就是给自己的血管埋下了一颗又一颗的定时炸弹。那烧烤到底还能不能吃？专家的建议是，可以吃，但要控制量，1周超过2次，风险就会显著上升。而且烤焦的发黑的部位一定要切掉，绝对不能吃。另外，烤之前先用啤酒或柠檬汁腌一下，可以大幅减少杂环胺的形成。这个小撇步请你务必记下来。还有一个冷知识，很多人不知道，烧烤的时候搭配大量蔬菜一起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毒法。新鲜的高丽菜、青椒、洋葱、彩椒、青花菜，这些十字花科和深色蔬菜含有丰富的硫化物与抗氧化物质，能够中和烧烤产生的部分自由基。另外，烤完后喝一杯绿茶或无糖柠檬水，也能帮助身体加速代谢那些有害物质。下次烤肉的时候，请记得这个搭配，1份肉配3份蔬菜，这是健康烧烤的黄金比例。接着我们来看第4名，腌制类食品。腌肉、咸鱼、咸菜、酸菜、泡菜、豆腐乳、萝卜干，是不是听起来都很开胃？尤其在华人世界，
谁家没几罐自制的酱瓜、腊肉、香肠呢？但你可能不知道，这类食物是全球胃癌发病率居高不下的元凶之一。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外科的江志维主任医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听了一身冷汗。他说，咸鱼、咸肉、香肠这类腌制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会自然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会在胃部的酸性环境下转化成一种叫做亚硝胺的强致癌物，长期大量摄取，胃癌、肠癌、胰腺癌的几率会直线上升。更可怕的是腌制食品里那高的离谱的盐分，一片普通的咸鱼含盐量可能高达整片肉重量的 15% 以上，一小块豆腐乳可能就含有你一整天该摄取的钠。当你天天吃这些东西，你的血液里就会堆积大量的钠离子，血管被迫高压运转，内皮细胞被一点一点压垮，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脏病、心脏病，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找上门。你看日本和韩国的饮食里腌制物特别多，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胃癌发病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台湾的情况也很类似。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台湾的胃癌每年新增将近4000例，而背后最大的推手之一，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开胃、吃起来也很下饭的腌制食品。那该怎么办？专家的建议是，腌制食品可以偶尔吃，当作调味、开胃用，但绝对不能当主菜。一周不要超过2次，每次只吃一点点。吃的时候搭配大量的新鲜蔬菜，蔬菜里的维生素 C 可以阻断亚硝胺的形成，这是目前已知最有效的解毒法。另外给大家提醒一个常见误区，很多人觉得自己家里腌的、自家晒的，总比外面工厂出来的健康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家里自制的腌制品，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盐度控制和发酵管理，亚硝酸盐的含量反而可能更高、更不稳定。尤其是那些腌制时间不够长的，刚腌制的1到20天之间，亚硝酸盐会达到一个高峰。许多家庭主妇不知道这个冷知识，常常腌了3-5天就开始吃，这时候吃下去的亚硝酸盐量比超市买的还高出好几倍。要腌就一定要腌满1个月以上，等亚硝酸盐自然分解掉才比较安全。接下来是第3名，请大家屏住呼吸，因为第3名很可能就在你家冰箱里，就是含糖饮料。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些手摇饮、珍奶、可乐、汽水、运动饮料、果汁，还有现在年轻人最爱的瓶装奶茶。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过去发表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全球每年因为含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竟然高达 18.4 万人。请注意，这还只是直接死亡的人数，不包括那些因为长期喝含糖饮料而得了糖尿病、心脏病、肝病、癌症的潜在患者。研究数据显示，这 18.4 万死亡人数当中，有 13.2 万人死于糖尿病， 4.4 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6000人死于癌症。2020年的另一份大型研究指出，全球因为含糖饮料而引发的第2型糖尿病新发病例高达220万例，心血管疾病新发病例120万例。换句话说，每天有上千个人因为一杯杯看似无害的甜饮料走进医院的大门。那为什么一杯小小的饮料杀伤力这么大？关键在于它对血管的破坏是默默无声的。当你灌下一杯500毫升的全糖珍奶，相当于把14到16颗方糖一口气倒进血液里，血糖瞬间飙升，胰岛素被迫狂泻，整套代谢系统都在崩溃边缘。长期下来，血管内皮一直泡在高糖环境里，会慢慢糖化、变硬、变脆。这个过程在学界叫做糖化中产物堆积，它就像把你的血管从一条柔软的橡皮管变成一条干裂的橡皮筋，随时都可能断裂。更可怕的是，2025年1月发表在公卫期刊 BMC Public Health 上的最新研究还发现，含糖饮料不只伤血管，还会加速衰老。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喝含糖饮料超过500毫升的人，
他们的表型年龄会比实际年龄老4到6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35岁，但身体状态已经是40岁；你45岁，但身体状态已经是50岁。你的血管、皮肤、器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老，而最可怕的还在后面。2025年3月，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顶级期刊《加马耳鼻喉外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发现，高量摄取含糖饮料的女性得口腔癌的风险显著上升。研究人员指出，果糖会直接喂养癌细胞，特别是肝脏代谢果糖的副产物会被癌细胞疯狂吸收，加速癌症的扩张。一份英国 BMJ 医学期刊的研究更狠，他们追踪了10万多人后得出结论，每天多喝100毫升含糖饮料，整体患癌率增加 18%， 乳腺癌风险增加 23%。 另外还有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事实，美国顶级医学期刊《JAMA》上的一份大型研究追踪了45万人，长达16年。他们发现，那些以为改喝零卡可乐、无糖汽水就能逃过一劫的人，其实也没有比较幸运。每天喝2杯以上人工甜味剂饮料的人，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同样大幅上升。原因在于，人工甜味剂虽然不含热量，但它会欺骗我们的大脑，让胰岛素机制紊乱，肠道菌相崩坏，最终一样伤血管，一样致病。所以那些以为改喝无糖就安全的朋友，请打消这个念头，最好的选择永远是白开水。所以拜托大家，不要再说我就喝1杯而已，没事吧？1杯就是1杯的伤害，累积起来就是10年、20年的血管报废、器官老化。我知道很多人离不开手摇饮，那我给你3个建议。第一，把全糖改成微糖，再从微糖改成无糖。第二，能喝白开水就喝白开水，渴的时候水才是最解渴的。第三，如果真的很想喝甜的，就用无糖茶加一点点蜂蜜，或者直接吃整颗水果，不要喝果汁。整颗水果里的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伤害会小很多。好，接着我们进入前2名，前2名才是真正的狠角色，每一个都是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黑名单的血管杀手之王。第2名，反式脂肪类食品。什么是反式脂肪？简单来讲，就是科学家把液态的植物油用人工的方式加进氢原子，把它半氢化，变成一种可以室温保存、口感酥脆、保质期超长的固态油脂。听起来很神奇，对吧？但它的代价是让你的血管付出惨痛的代价。反式脂肪被全世界的营养学家公认为人类食物史上最烂的发明。世界卫生组织从2018年就开始呼吁全球淘汰反式脂肪。为什么？因为数据实在太惊人了。世卫组织的官方资料明确指出，摄入大量反式脂肪会使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34%， 冠心病死亡风险增加 28%， 冠心病的发生风险增加 21%。 请注意，这3个百分比是有条件累加效应的，意思是只要你长期摄取，这3条死亡通道全部会被打开。2025年7月，《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份重磅研究。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 22.6 万人，追踪24年的数据后发现，当你每天吃下的反式脂肪占总热量的 1% 时，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11%。 听起来不多，对不对？但你只要每天吃1块蛋黄派、半杯奶精咖啡、2片夹心饼干，就轻轻松松超过 1% 了。如果摄入比例达到 2%， 风险直接飙到 20%。 为什么反式脂肪这么毒？因为它的化学结构跟我们身体里的天然脂肪长得很像，但又不一样。它会伪装成正常的脂肪酸，混进你的细胞膜，混进你的血管壁。一旦混进去，这个假冒者就会让细胞讯号传导失灵，让胰岛素工作不正常。更可怕的是，它会直接附着在你的血管壁上，像水泥一样硬生生的把血管堵起来。它同时还会做2件事，一件是大幅升高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一件是大幅降低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简单讲，就是专门帮你的血管上锁，锁死它，让你的血液流不动。
所以医学界为什么把反式脂肪称为血管里的水泥杀手？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那反式脂肪藏在哪些食物里？请大家拿好纸笔，这份清单你要记牢：蛋黄酥、凤梨酥、奶油蛋糕、千层派、酥皮泡芙、所有酥脆的烘焙食品、珍珠奶茶里的奶精、咖啡里的奶精、巧克力棒、夹心饼干、奶油夹心、洋芋片、薯条、炸鸡排、炸甜甜圈、人造奶油、植物性鲜奶油，还有许多便宜的爆米花、巧克力派、瑞士卷、蛋糕卷。最毒的还不止这些，研究人员拿果蝇做实验，发现连续喂食反式脂肪的果蝇，不止寿命大幅缩短，连肠道屏障都被破坏了，氧化压力暴增，行动能力严重退化。换句话讲，反式脂肪不止杀血管，它连你的肠道、你的大脑、你的肌肉都一起毒害。特别要提醒一件事，台湾虽然从2018年开始全面禁止使用人工反式脂肪，但实际上很多进口食品、很多小工厂生产的烘焙食品、许多手摇饮料店用的奶精，还是含有大量天然或残留的反式脂肪。标示上写的0公克反式脂肪，根据台湾食药署的规定，只要每份含量低于 0.3 公克就可以标示为0。所以你看到的0其实不是真的0。如果你一天吃了5份这种食品，反式脂肪的摄取量就已经悄悄破表了。这就是厂商最会玩的数字游戏，请大家千万要小心。所以拜托大家，买零食、买烘焙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翻到背面看成分表。只要看到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植脂末、人造奶油、酥油、起酥油、植物奶油这几个关键字，立刻放回货架上，不要买。记住，这些都是反式脂肪的别名。企业很狡猾，会用各种方式伪装它的身份。最后是第一名，第一名也是全球公认毒性最高、最容易被低估的血管杀手之王——加工肉品。什么是加工肉品？就是培根、香肠、火腿、热狗、肉干、肉松、肉酱罐头、腊肠、腊肉、烟熏肉、午餐肉等等。你早餐三明治里那2片培根，火锅里那颗爆浆热狗，饭团里那条香肠，便当里那块午餐肉，全都是。早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把加工肉品列为第一类致癌物，跟香烟、石棉、砒霜、柴油废气、酒精全部排在同一个等级。请注意，这可不是可能致癌，而是确定致癌。数据有多吓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官方报告明确指出，每天只要吃下50克加工肉品，大肠癌的风险就会直接增加 18%。 50克是多少呢？大概就是1根香肠，或者2片培根，或者1条热狗。也就是说，你早餐随手吃下的那个培根三明治，就已经达到所谓的每日致癌剂量了。更可相持，2025年7月，自然医学杂志再次发表了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最新研究。他们动用了证据强度法，分析了上百万人的数据后得出结论，加工肉品不只增加大肠癌风险，还会让第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至少 11%， 缺血性心脏病风险也同步上升。研究保守估计，2021年全球因为加工肉品摄取过量，直接死亡人数高达30万人。请注意，这30万人是真实的走进殡仪馆的数字。加工肉品为什么这么毒？3个原因。第一，亚硝酸盐。为了让肉看起来颜色鲜艳，为了延长保存期限，为了防止肉毒杆菌滋生，几乎所有加工肉品都会添加亚硝酸盐。这东西进到胃里，会跟蛋白质结合，转化成强致癌的亚硝胺。每天吃，等于每天往胃里放毒。第二，杂环胺与多环芳香烃、烟熏、烧烤、油煎这些工序会在肉品表面产生大量的这2种致癌物，它们进入血管会引发慢性发炎，加速动脉硬化。第三，高盐高饱和脂肪，一条香肠的钠含量可能就占你一日所需的1/3，长期摄取血压会直线上升，而它对血管的伤害
是三重暴击。亚硝酸盐直接让血管收缩变脆，高盐让血压飙升，血管承压，饱和脂肪堆积在血管壁，形成斑块。三股力量同时施压，血管哪里撑得住？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现象：当你吃下加工肉品的那一刻起，血管内皮的舒张功能会在2小时内显著下降。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慢慢累积，几十年后才发作的事情。每一片培根，每一条香肠下肚，你的血管在那一刻就已经受了一次伤。年轻人代谢快，可能感觉不到，但等到40岁、50岁，这些累积的伤害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一次性爆发出来。中年人最常见的猝死、心肌梗塞、脑血管破裂，背后几乎都有加工肉品这个影子。2021年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还指出，加工肉品的致命性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超过了重度吸烟者。这就是为什么影片标题说，加工肉品比抽烟喝酒还伤血管100倍。香烟主要伤肺，酒精主要伤肝，但加工肉品是直接、全面、无差别的攻击你的血管系统，让你不知不觉中走向心肌梗塞、脑中风的终点。好，到这里5大毒王全部曝光，我们来复习一遍。第5名，烧烤焦黑类；第4名，腌制类；第3名，含糖饮料；第2名，反式脂肪；第1名，加工肉品。那为什么这次泡面居然落榜了呢？这是这份榜单最令人意外的地方。在过去很多年里，泡面一直被冠上垃圾食品之王的恶名，但2025年的多份最新研究发现，泡面其实被冤枉了好多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沈群教授，还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张娜副研究员，在多篇正式研究中都明确指出，泡面本身的问题主要在于油盐含量高、营养单一，并不是传说中的致癌。32天不消化，含有大量防腐剂。事实上，泡面的面饼含水量极低，根本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因为细菌根本活不下去。一包泡面的丙烯酰胺含量平均只有 54.4 微克每公斤，你必须每天吃超过31包泡面，才会达到致癌风险的上限。当然，这不是说泡面就可以放开来吃，专家建议吃泡面的时候，调料包只用一半，加1颗鸡蛋，加100克青菜，就可以吃得既方便又营养。所以泡面的问题是怎么吃，而不是能不能吃。但前面那5种食物是结构性的毒，无论你怎么吃，伤害都会累积，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差别。那我们该怎么办？最后给大家3个保命建议。第一，少加工，多原型。能吃天然食材，就不要吃加工食品。能吃白肉，就少吃红肉；能吃鱼，就少吃肉；能吃蔬菜水果，就少吃零食点心。原型食物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方便美味，把这份礼物退回去。第二，控量、控频率，实在戒不掉这5样东西，请务必减量。1周不超过2次，1次不超过1份。减量就是减少伤害。第三，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果。蔬果里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帮你的血管修复，运动可以加速代谢，把那些有害物质排出去，水可以稀释血液里的毒素。这3招配合起来，你的血管就能撑得更久。各位观众，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血管也只有一套。年轻的时候你不爱惜它，老的时候它就会用最痛的方式报复你。那些躺在病床上后悔的人，当初也跟你一样，觉得我只吃一点点没事的，觉得人生苦短，要对自己好一点。但等到中风那一刻，心肌梗塞那一刻，他们才会明白，当年那些一片片培根、一杯杯珍奶、一块块蛋黄酥，原来就是压垮血管的最后一根稻草。请从今天开始，重新看待你餐桌上的每一份食物，它要么是你的药，要么是你的毒，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上。我特别想对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说一句话，我们这一辈人从小物资不丰富，看到香肠腊肉就觉得是好东西，看到油亮亮的烤肉就忍不住流口水。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味觉记忆，我完全理解。
但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加工食品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已经是两回事。为了添加风味，为了延长保存，为了降低成本，厂商加了多少我们不认识的化学物质进去，没有人能说得清。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最原始的吃法，买一块新鲜的猪肉，自己煮自己吃，买一条新鲜的鱼，自己蒸自己吃，买一把新鲜的青菜，自己炒自己吃，这样的食物才是真正能养活我们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很多人听到致癌、伤血管这些字眼就会非常害怕，甚至焦虑到失眠，其实大可不必。我们讲的这些风险都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取的结果。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身体完全可以代谢掉，重点是频率和总量。一周吃一次烤肉，一个月喝一次珍奶，过年吃几片香肠，这些都不会要你的命。真正会要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把这些东西当主食的饮食习惯。所以请大家放轻松，但要警惕。放轻松不等于放纵，警惕不等于恐惧，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把它分享给你最在乎的人。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整个家庭的事。一个人健康，全家都安心；一个人倒下，全家都垮掉。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希望透过科学的解读，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尊严。最后，请记住今天这5个名字：加工肉品、反式脂肪、含糖饮料、腌制食品、烧烤焦黑类，把它们从你的日常饮食中拿掉，或者大幅减量。你的血管会感谢你，你的家人会感谢你，你的未来会感谢你。